全车 B6级防弹。哇塞，这玻璃这么厚啊！玻璃都这么厚了 ，RPG 什么的，是不是也能防啊？兄弟们，历时1个月，我们的中国防弹车终于改完了，我激动的一宿都没睡觉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一共全车10块玻璃，光前挡风这一个玻璃啊，他们说上的时候4个人上150公斤，这个是我们的防弹钢板啊。你知道这防弹钢板吗？这不是普通钢啊，上面喷涂的是装甲，这里边用的是碳锰合金的钢板。它好像不是一层哎，这儿不但是这儿一层，我再给你看看这儿，看看后座啊。来，这儿还兄弟们啊，连背板，来看看，看这儿，除了门板以外，我们连坐板，看坐板这儿都是。里边这么厚的一层钢板，看到了吗，兄弟们？给大家看看，这么厚的一层钢板，完了外边这也是一层钢板，还包了一层皮子。哦，好细致啊！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子弹从后门，即便它能打穿，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大概是3.6毫米的这个钢板，钢板它也打不穿这个座椅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座椅只要人在这坐着的时候，就是非常安全。给大家看一小心思啊，看看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整个门板里的底衬，然后你看注意看这儿，来看这儿这个厚度，这个是5.1的防弹钢板，非常的厚、啊，这个非常厚。这5.1的防弹钢板，一般防弹钢板分2.6、3.6、4.2、5.1是最厚的，这个就是单层就达到了 B6 水平。如果有一个，为什么我给放在这个驾驶门啊？纳兰比较害怕，他老反复跟我说那个哪国那儿有什么爆化机啊，近距离有这个爆炸的可能性，所以为了防止这种近距离爆炸，我们不但加厚了玻璃，连防弹钢板现在也是更厚了。耀阳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个事儿啊，就这辆车现在加重了多少？没称过，到时候咱们一块称称，是吧？还有一点啊。这玻璃，看看这么厚的玻璃，看啊，这个玻璃这么厚，看拿下来啊，看看这么厚的玻璃，看这做完了这么厚的玻璃，正常来说不能升降。一般的防弹车玻璃是完整的，底下掏个窟窿，再从这窟窿里边跟外边人拿东西递东西，外边也是一层防弹钢板。而我们这车，兄弟们看看啊，这根杆是定制的。就是我们汽车平时顶玻璃的那个自动的那个东西，顶不了这么重的玻璃，就是一块玻璃可能就得100斤。我们看看它到底能降多少。这现在已经降到头了啊，19到这儿是19，到这儿19公分，可以。如果不能降的话，我们如果给别人拿资料，别人很麻烦。对，有军队、有警察、有什么的，他会说你的车有问题，然后会不会被迫给我们拉到这个修车厂？不是修车厂，是容易穿帮，容易给抓起来，对，容易问你到底是干嘛的。但是我觉得，我看到这个车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惊艳，就是它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我以为它会很笨很重，就让人家从外面一眼就能感觉到你这个车看不出来是不是有？你真的，你看。一点都看不出来，非常低调。我觉得现在真的好精致，而且你看你这样打开的时候，这门稍微重了一点。我看你拉不动啊，还可以，稍微重了一点，是吧？所以说特别重。我先给你看一个小惊喜啊，一会儿我让你感受一下这门到底有多重。我问一下，咱们这个车改完了吗？对，我们现在几乎完事儿了，然后还差最后一块玻璃，然后打扫一下那个收购尾就开了。这是最后一块玻璃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啊！哦，看一下它有多厚。我们的防弹玻璃，哇，底图，西卡底图。哇塞，这个是底图是吧？这玻璃这么重啊，这么小块的玻璃啊，我看啊，哇塞，我觉得得有20-30斤吧，我觉得不止是吧？不止20-30斤，60斤左右了，有60斤左右。我这个哇，相当压手，我这手都，兄弟们，你看手都压扁了都。哇，这只是一块小的玻璃。咱有尺子吗？有。哦，我想看看这个玻璃到底有多厚啊，兄弟们看看。哇塞，兄弟们啊，这个里边是好多层玻璃叠加在一起的吧？对。哇，来，兄弟们啊，尺子来了啊。
咱们量一下这个到底有多厚啊？看有没有人猜对啊？来量这个尺这儿，看看，4厘米。兄弟们，可能大家不知道啊，这个防弹这次有一个小惊喜，我们沟通过之后，我们决定把我们原定计划的 B5级防弹升级为 B6，超过3.7厘米的防弹玻璃就是我们的 B6等级啊，国际认准 B6等级。而且这个看看这玻璃，我好想拿一下，你拿一下，我好想拿一下60斤有多重？来看看啊，拿一下，我要菜的可完了，哇，就差不多跟一袋面似的。哇塞，好重！哇塞，我觉得这个是安全感满满，非常安全啊，兄弟们！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车开走了，激不激动？太激动了！而且我给你看看东西，还有惊喜。这个是他们专门给我定制了一个什么？这是电瓶，这是汽车电瓶。他们说，如果你在行驶的过程中，即便是油箱被打漏了，它撑死了漏油；水箱打漏了，撑死了开锅漏水，但是不会当场就停车。像我们现在这种智能汽车，如果没电，马上趴窝。来，兄弟们看看啊，防弹钢板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给我们电瓶做了一个防弹，是不是特别怕打到电瓶以后没电？对。那我们的发动机要不要也需要一防弹？发动机没事儿，发动机是全钢的，而且我们是6个钢，即便它真正说有，而且它在中间的这位置进不来，但是它这个是在边上。如果有子弹从这儿打进去，打到它坏了，当场你的车走不了。哇塞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细节了。兄弟们啊，我准备做一个试验啊，我看看这个门到底它有多重啊？这比我们平时开的那门要重。不过说实话，比我之前见到的防弹车，我们现在汽车工业它的这整个的这个荷叶比过去要丝滑多了。所以现在你看啊，关这车的时候，我几乎就是这样。我专门带了这个钩秤，我们平时量这个啊，看看这个开门的力度大概有多大啊？咱们先给它打开，来，给它勾它，来试试啊，来，你确定你勾住了吗？来，1.8、1.9、2、5、3、4.5公斤的力才能撼动它。哦，但是你们知道平时拉汽车的力是多大吗？我们找一辆车，我先看人家车开着。好，先给打开啊，我们也是拉，来咱们试试啊，看看啊。好，现在1.6，哦1.6，也就是差不多3倍这汽车门的拉力，你才能把这门拉开。所以你知道4.5公斤的这个横向拉力其实挺重的。纳兰，你知道这个 B 几级和 A 几级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觉得 B 的肯定要更安全，防护要高一些。其实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最主要的是 B 的，看到没有？你这玻璃啊，即便外边受到攻击，它也不会爆出来。A 的会，所以 A 的通常都是用于什么珠宝店啊、什么金店啊，还有银行啊这种，通常它不是给人做驾驶的。而 B 的超过 B5级，就不是属于民用器这个范畴了，就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战争用。所以他们即便就有人在里边开，有人打住这个，他也不会噗一下弄一大堆灰，这人就没法驾驶了。所以我们选的是最高等级 B6级。兄弟们啊，这是咱们的最后一步啊，定制玻璃，安这个最后一块玻璃，安完了这个就 OK 了啊。你要亲自安啊，亲自安到最后一块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好，你可别磕着脚。不会。这个可以。你这边怎么样？我这 OK， 很好。来，我往回拉了啊。对，不用太使劲，不用太使劲。我来找瓶就可以了。好。你不用太使劲，你这是什么造型？我怕不结实。他们跟我说这个胶用的特别好，这一管胶就100块钱。但是这个胶是永久的，是软质的那种哈。哇塞，他们把那外边的都拿下去了，我有点害怕了都。千万别掉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咱们上次必须安全。这个玻璃都是定做的，这一个
兄弟们，还中间还插了点小插曲，就是在这个运输玻璃的过程中，这个为什么最后一块玻璃没上？因为最后的一块玻璃有点损毁，在运输过程中，完了马上厂家又给重新开模做了一个。因为咱们这辆车啊属于民用车，没有咱们这种民用车的模，所以光开模就开了1个礼拜。哦，真的是。所以你们知道，做这辆车想定制这种防弹啊、这种装甲呀、这个等级比较高的，真的是还是有点困难的。我这可以松手了吗？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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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手都蹬成这样了。你主要还是怕掉，主要还是怕不安全。哎，师傅，我问一下，你说咱们这个都这么厚了，那种 RPG 什么的，是不是也能防啊？啊，这个虽然它是坦克，但是你不能把它当真的坦克来开啊！人家跟你有多大仇啊？非把你留这儿是这意思吗？其实我就想知道它最大能防到什么。汇总，我想问一下啊，咱这个玻璃现在这么厚了，这个防7.62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咱这个厚度现在达到 B6级别，防手雷是没有问题。防手雷。哇，你看，我就想知道的是这个。刚开始我走这个中东，我心里非常肝颤，这儿定那儿定的，但是跟我说这能防手雷，我觉得我肯定能活着回来。兄弟们啊，这个胶干的差不多了啊，4条装门。装门。兄弟们啊，出现了点问题啊！现在我们这车啊，这个在防水处理上出了点问题，给大家看一眼。我们这个门板就是，整个这辆车里边呢，它是改完防弹以后，这玻璃就凸出来了。这是原来的防水膜，这个防水膜现在呢，因为没有受力点，如果安杆的话，这就安不回去门板了。但如果不安杆的话，这个现在防水膜没有脱离这个是。有着力点，现在要不安这个的话，它就会阴到这个车里边来。这现在问题就比较困难。前边因为要降玻璃，我们单独装了这么一升降器，然后前面就不能有梁了，一旦有梁了的话，这玻璃就降不下去了。然后再看看这门板啊，这现在已经修得很薄了，这地儿就是原来这个地儿这么厚，切了，再薄就穿了，再薄，哎呀，再薄的话。兄弟们啊，我们最终的解决方案出来了啊！因为一般改防弹的车玻璃都是不能降的，但是我们这个有特殊情况，如果我们这车玻璃要是不能降的话，那么走中东啊，走其他国家，人警察检查你要是不降，他会觉得你可能是有武器啊，或者是什么非常的危险，所以呢就不行。但是我们要降玻璃的话，就这个横杆要拆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加装一根这个受力的横杆，然后把刚才那个外边的那个隔挡，就是再往后移一点，这样的话就其实它就合不回去了，就相当于张着嘴在里边，哎，有那么一条缝儿，在缝儿的时候我们再放上一层隔尘膜，只能这么做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兄弟们，就是你们看我这前车窗户是透明的，没有贴膜，国外不让贴啊，一贴膜可能就车就给我抓起来了。然后它这个玻璃突出，这一突出，我就装不了任何的遮阳帘，也没法进行卡扣，也没法这个贴这个什么吸附的都贴不了。哎，你们给我出出主意，我这个这么晒，到时候开到中东40-50度，前车窗到底怎么遮阳啊？哎。兄弟们啊，我觉得啊，我们中国的人智慧啊，真的是特别牛啊！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在这加装了一个钢条，完了喷了装甲漆，看看这黑色的就是装甲漆，喷完了以后会发现安上去以后有这么大的一个缝子啊，半厘米多的一个缝子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又把这个，这是原车的这个风车条，根本安不上去，
我们再准备进行2次切割，把它切割成一半，完了固定到这个钢片上去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还有第三个计划，就是找这种条，这种小的这种条啊，封边条，再给它贴回去啊。我们是既要质量，还得要美观。这个就是我们新做的防水膜啊，把里边的这个可能会进水的这个管件全拿出来了，然后把头都甩到外边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我当时也会担心的，就是它会漏雨，一旦漏雨，那电路板一烧，它里边所有的管件我们都喷了防水漆。这里边现在是空的啊，里边所有东西随便进水，把不能进水全甩外边来了。改装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，一层一层的。然后我们改完了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再做一个测试，看看它还漏不漏。必须的。对，兄弟们啊，防水测试通过。我估计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改装中国防弹车穿越中东的人。下一站，强化改装，出发！哇塞，兄弟们啊，终于到了啊！这一路真的眼睛都快瞎了，我都没想到这个防弹玻璃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，由于它这玻璃太厚了，我看什么东西都戴了璎珞的眼镜的感觉。哇塞，走！哇塞，兄弟们真太惊讶了！哟，郭总，哎呦，郭总，终于见面了，终于见面了，商业寒暄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那个件儿都到了吗？你往这儿看，我去，兄弟们快看！哇塞，好全的感觉。兄弟们啊，为了这次穿越中东，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啊，也真是非常感谢啊，郭总啊，真的挺费心的。对，给大家看看我们都准备什么了啊？这是气泵。科曼的双段可调8段的啊，氮气减震，超重黄，都是定制的。这个把前机盖了，这回进气量大了。兄弟们啊，再看看这个啊，这个有讲究了，副油箱，这回终于啊不会说老没油了，而且专门还做了一个这么厚的，看看这么厚的一个挡板。哎，耀阳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可有讲究了，这个好精致，但是还挺重的呀。这个啊，长得跟头盔奥特曼似的啊！这是双透镜激光前大灯，而且这个都是灯，看看，这都是灯。我们需要这么多灯吗？你不是老说你晚上开车什么都看不见吗？那主要就是那玻璃实在是太厚了，就感觉特别眩晕。这回让你开明明白白的，哇塞！而且你再来看这个，看看啊，咱们这回老爆胎，这个换了一个胎壁非常厚的啊。你摸摸，非常的厚，这么厚的吗？这个是 KO3的越野胎啊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非常的这个扎不扎得透？这个给你放个钉子试试。主要你不打它，应该是透不了。哇塞，这个好有安全感。兄弟，好，我就谢谢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非常想知道你多长时间能把这些东西安到我车上？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还你一个新的330。3天，3天就3天。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，盖章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那之后我们3天之后再见。3天见。